全世界最昂貴的10種香料。看似不起眼的木头，卻比同樣重量的黃金還貴幾10倍。撿到一塊動物的排泄物，竟一夜暴富，成了千萬富翁。有的香料氣味腥臭刺鼻，甚至被譏諷為惡魔的糞便，但是普通人卻根本用不起。最讓人驚訝的是，為了壟斷一種樹皮，歐洲列強竟然爆發過長達數百年的血腥爭奪。本期視頻奇趣最套將為您介紹10種讓人驚嘆的昂貴香料，歡迎留言以及按讚，感謝您的支持。現在我們開始吧。第10種，綠豆蔻。綠豆蔻也被稱為香料之後，是世界上價格僅次於藏紅花和香草的第3大食用香料。它屬於薑科多年生草本植物，是生薑的遠親，但是它的气味卻和生薑完全不同。綠豆蔻的精華藏在它的綠色梭形果莢裡。危地马拉和印度是全球綠豆蔻的核心產區，而最頂級的綠豆蔻則來自印度南部的馬拉巴爾。它們生長在海拔800至1500米的熱帶高海拔山區。綠豆蔻的採摘期非常短，而且它的同一花序上的果實並不是同時成熟，採摘時完全依賴人工。當地農民必須在果實即將成熟、顏色最為翠綠時逐個採摘。一旦錯過最佳採摘期，它的果莢就會變黃，甚至自然崩裂。果莢如果裂開，香氣就會揮發，價值便會隨之暴跌。一名熟練工人一天僅能採摘4至5公斤的新鮮綠豆蔻，曬乾後僅能得到約1公斤的成品。在國際市場上，優質綠豆蔻每公斤約60至100美元，約合430到720元人民幣。綠豆蔻中富含桉油精以及檸檬烯，能給人一種清涼薄荷與辛辣花香的複雜氣味。在北歐，綠豆蔻是高級烘焙中的靈魂香料。在阿拉伯國家，綠豆蔻常被磨粉後加入咖啡豆中來制作獨具特色的咖啡，而在印度，綠豆蔻則是許多頂級瑪薩拉的核心香料。有趣的是，古印度貴族曾認為綠豆蔻的種子能夠驅除口腔異味，因此會在餐後像咀嚼口香糖一樣來嚼它的種子。第9種，西蘭肉桂。西蘭肉桂是樟科肉桂屬的常綠乔木，生長在斯里蘭卡的熱帶雨林中，靠着薄如紙片的树木內皮征服了全世界的味蕾，被稱為香料中的貴族。與我們常吃的桂皮不同，西蘭肉桂只取樹皮最裡面那層像紙片一樣的新皮，工人在水分充足的雨季手工刮除樹幹的外層，再將柔韌的內皮捲成多層的系統形狀。通常一棵肉桂樹一年僅能產出1到2公斤的高品質肉桂，而且由於嚴重依賴人工以及供不應求，西蘭肉桂的價格通常是普通肉桂的數十倍。頂級西蘭肉桂每公斤售價甚至高達100至200美元，並且在歷史上，西蘭肉桂不僅僅是香料，而且是戰略物資。早在15世紀，西蘭肉桂就跟隨阿拉伯商人进入了歐洲。為了壟斷這種帶有神聖香氣的樹皮，葡萄牙人、荷蘭人以及英國人曾經進行過長達數百年的血腥爭奪。1505年，葡萄牙人首次登上斯里蘭卡時，便意識到西蘭肉桂的戰略價值。之後，他們在科倫坡建立要塞，武力控制了西蘭肉桂的產區。在當時的歐洲，西蘭肉桂甚至與黃金等價。之後，荷蘭人於1658年從葡萄牙手中奪取了斯里蘭卡。當時的荷蘭東印度公司嚴格控制西蘭肉桂的價格，並且頒布了嚴苛的法律，禁止私自買賣肉桂。到了18世紀末，大英帝國入場之後，英國殖民者在全球大規模建立肉桂種植園。來自美洲以及東南亞的低廉肉桂替代品出現後，西蘭肉桂的價格神話才逐漸破滅。不過，如今真正的西蘭肉桂依然是香料中的貴族。高品質的西蘭肉桂90%以上僅來自斯里蘭卡，而且極為稀有。而且西蘭肉桂的昂貴並非徒有虛名，與常見的桂皮相比，西蘭肉桂中的香豆素含量非常低。研究發現，人體長期攝入高劑量的香豆素可能會對肝臟造成負擔，因此，在歐盟以及日本等嚴控食品香豆素的國家，西蘭肉桂作為健康香料深受歡迎。它常被用於嬰兒輔食、高端烘焙以及健康飲品中。第8種，阿魏。阿魏是伞形科阿魏屬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它的根茎中滲出的汁液乾燥後便是天然的阿魏香料，
新鮮阿魏的氣味如腐爛的大蒜和臭雞蛋，讓人聞之欲嘔。中世紀的歐洲人譏諷它是惡魔的糞便，然而古波斯人卻將它譽為眾神之食。在古代，阿魏很早就是為極其昂貴的貿易香料。它起源於伊朗和阿富汗等中亞地區，通常生長在貧瘠乾旱的荒漠山地中，每年僅有1到2個月的取香期，在戈壁的烈日下找到3到5年的成年植株，然後在它的根茎上割開一道口子，乳白色的汁液便會滲出來。等到這些汁液在烈日和風沙中自然凝固後，小心翼翼地收集起來，便得到了身價不菲的純正阿魏。在國際香料市場上，高純度的天然阿魏每公斤高達200至500美元。阿魏的神奇之處在於，在常溫下它的氣味腥臭刺鼻，但只要將它放進熱油裡稍微煎炸，刺鼻的臭味便會瞬間轉化為如同蔥蒜一般的迷人香氣。在印度等國家，對於禁食蔥薑蒜的宗教信眾來說，阿魏是極其重要的食用香料，只需米粒大小就能讓食物產生肉香般的錯覺。中世紀的阿拉伯醫書還將它描繪為能夠喚醒沉睡內臟的藥物。現代醫學則認為阿魏有着消極殺蟲、暖胃驅風的作用。第7種，香草莢。在食用香料中，香草被認為是僅次於藏紅花的頂級食用香料。資料顯示，全球90%以上的香草風味均來自人工合成的香蘭素，而天然的香草味則是來自香草蘭的果莢。香草蘭是一種原產於墨西哥的蘭科藤本植物，它的花朵只開放1天，能夠為它授粉的是一種生長在墨西哥的蜜蜂。這種蜜蜂對環境要求極高，即使在香草蘭的原產地墨西哥，它的花朵自然授粉的成功率也非常低。直到1841年，一個名叫埃德蒙的12歲黑奴男孩偶然發現了用竹籤為香草蘭授粉的技巧，從此香草莢的產量不再依賴蜜蜂，也擺脫了對原產地墨西哥的依賴。如今全球超過80%的香草來自馬達加斯加。為了讓香草蘭成功結果，馬達加斯加的農民必須在香草蘭開花當天的5到8小時黃金授粉期內，用一根細小的竹籤輕輕撥開花瓣，完成人工授粉。一個熟練花農每天僅能為大約1200朵花完成人工授粉，而1公頃土地上就有上萬朵花，這些花朵一旦錯過授粉便不會結果。然而完成授粉僅是開始，香草莢的生長周期長達8到9個月，等到果莢成熟採摘之後也並不能使用，還要經過大約6個月的反覆蒸曬、發酵等複雜程序，它才能蛻變為擁有複雜花香以及焦糖香和奶油香的頂級香料。通常100公斤的新鮮香草莢最後只能得到約20公斤的成品香料，因此香草的價格相對來說非常昂貴。在某些因台風或病蟲害導致減產的年份裡，優質香草莢的國際價格甚至能超過每公斤600美元。第6種，檀香。檀香是一種常見的香料，你或許聞過它的香味，但你是否知道檀香的價格也能和黃金一樣昂貴？最頂級的檀香是被譽為墓中黃金的老山檀，它來自印度南部的麥索爾地區。當地的檀香樹幼苗必須半寄生在鳳凰樹、紅豆樹等特定寄主的根系上，依靠竊取養分才能存活。之後經過大約60年生長，樹木的心材中逐漸沉澱出深紅褐色的油脂，並散發出標誌性的奶甜木質香。將其砍伐後，還要經過20至30年的自然風乾陳化，直到木質的皂性逐漸消退，香味由辛辣變得更為醇厚，才能被称為正宗的老山檀香。一根极品老山檀往往經過了上百年的歲月沉澱，它的油脂中含有近100種芳香化合物，香气能在衣物上停留数周，在密閉的容器中封存数十年後依然香氣不散。據清朝宮廷檔案記載，陳放在皇宮香庫裡的老山檀香是僅供奉太廟與煉製御用香餅的核心香料，可見在當時老山檀香就極其珍貴。如今由於真正的老山檀香野生資源進一步枯竭，在國際拍賣會上，品相完好的頂級老山檀香原木每公斤報價高達數萬元人民幣，而一根品相完美的沉水黑肉老山檀更是以克計價的頂級收藏品。
第5種，鳶尾根。看似普通的植物根茎，卻有着驚人的價格。在意大利托斯卡納的丘陵上，鳶尾花以藍紫色的美麗花朵吸引着遊客的目光。但是大部分游客不知道的是，真正的寶藏并不是花朵，而是藏在泥土裡的植物根茎。鳶尾根是意大利鳶尾以及佛羅倫薩鳶尾等少數鳶尾科植物的根茎。它的昂貴來自於漫長的等待。通常鳶尾根從種植到可以採挖至少需要3年時間，而採挖之後，新鮮的根茎並不能立刻使用，還必須在通風的倉庫裡經過3到5年的乾燥與陳化。期間一旦發生霉變或蟲蛀，便會前功盡棄。在漫長的等待中，變成乾品的鳶尾根內部逐漸濃縮出一種叫做鳶尾酮的芳香物質。此時，原本幾乎無香的植物根茎散發出紫羅蘭般柔美的花香與木調的天然芬芳。陳化後的鳶尾根每公斤可達數百美元，通過蒸餾獲得的鳶尾凝脂更是價格驚人，每公斤鳶尾凝脂可達5到10萬美元。在古代的歐洲宮廷中，鳶尾根製成的香水是貴族們彰顯身份的象徵。如今，在香水工業中，鳶尾根被譽為香水的骨架，是調香師們締造經典芳香的液體黃金。它能讓香氣變得柔軟、乾淨和持久，只需極其微量的鳶尾根，就足以讓整支香水的質感發生躍遷。因此，多年陳化的高品質鳶尾根經常是頂級香水品牌爭相收購的對象。不過，需要提醒的是，鳶尾根並不是食用香料，未經處理的鳶尾根含有輕微的毒性，貿然食用會有中毒風險。第4種，藏紅花。藏紅花也被稱為番紅花，是世界上最昂貴的食用香料之一，被譽為香料皇後或紅色黃金。藏紅花屬於多年生草本植物，它起源於希臘和伊朗等地中海及西亞地區，古代經由西藏傳入內地，因此被稱為藏紅花。藏紅花的新苗需要生長3年以上才有收穫。秋季時，它會開出淡藍色或白色的美麗小花，花朵中3根細若游絲的猩紅色雌蕊柱頭便是珍貴的香料。花農必須搶在太陽升起之前快速採摘，一旦遭受陽光暴曬，雄蕊柱頭便會失水變淺，導致品質下降。而且，藏紅花的產量也低得驚人，採集大約150朵到200朵鮮花才能獲得1顆乾紅花。想要得到1公斤的乾紅花，通常需要彎腰採摘超過15萬朵鮮花。因此，藏紅花的價格通常極其昂貴。市場上顏色鮮豔、香氣濃郁的頂級藏紅花，每克甚至可以達到100至200元人民幣。1公斤的頂級藏紅花就相當於1輛家用轎車的價格。作為香料，藏紅花有一種難以言喻的獨特香氣，它不僅能賦予食物誘人的金黃色澤，還能為食物帶來難以複製的獨特風味。在歐洲以及中東和南亞的一些料理中，藏紅花常是點石成金的靈魂香料。在傳統醫學中，藏紅花則被視為能夠活血化瘀、解鬱安神的藥材。現代研究發現，藏紅花中所含的藏紅花素還具有抗抑鬱的潛力。第3種，沉香。一塊木頭為什麼能比黃金還要昂貴上百倍？沉香自古就被譽為眾香之首，它是沉香樹在受到自然損傷後分泌的樹脂與木質，在長期的化學變化中形成的珍貴香料。沉香樹是瑞香科沉香属的常綠喬木，也被稱為白木香、土沉香和女兒香等，主要分布在中國南方以及東南亞地区。沉香的形成過程极其苛刻，並且非常隨機。只有當沉香樹受到虫蛀、雷擊或人為刀砍等創傷後，樹木的傷口被特殊真菌感染。為了自我修復樹木的傷口，分泌出大量的樹脂，樹脂與真菌共生反應，經過數十甚至数百年的漫長沉澱，才能凝結成密度極高而且富含油脂的沉香。一塊能夠入水即沉的頂級沉水香，往往需要30年以上的純化反應，而且並不是每棵沉香樹受傷後都能產生沉香，因此沉香自古就是非常稀缺的昂貴香料。明代就有1寸沉1寸金的說法，頂級沉香的價格用天文數字來形容也毫不誇張。
2013年，一塊重量僅有126克的頂級奇楠沉香，在香港以3150萬元成交，相當於每克就要25萬。位於日本奈良的東大寺內，珍藏着一塊名為藍畲帶的千年沉香，它被奉為國寶，其價值甚至無法以金錢衡量。沉香的密度極高，它的香氣層次複雜，既有溫暖的木質香，也混合着淡淡的花香與果香。沉香燃起的一縷青煙，不僅芬芳馥郁，還能讓人凝神靜氣。古人認為沉香是通三界之香，它不僅是一種嗅覺的享受，也是身份的象徵。在傳統醫學中，沉香還被認為具有行氣止痛、溫中止嘔的功效。第二種，麝香。在所有香料中，麝香以極端的稀有與昂貴聞名，它與陳壇龍麝並列古代4大名香。在小說中，它是帝王、後宮妃子們爭寵的秘密武器；在國際黑市中，它是暗刻計價的天價禁品。不過，這種讓人們痴迷了幾千年的香料，其實只是動物用來標記領地以及求偶的分泌物。天然麝香來自一種叫做林麝的小動物，雄性林麝的肚皮下有一個特殊的腺囊，這個腺囊裡分泌的物質就是麝香。在過去獵殺取香的年代，殺死一頭健康的成年雄性林麝，僅能得到大約10克乾燥麝香，這就意味着1公斤天然麝香背後堆砌着近100頭成年雄麝的屍骸。這種殺雞取卵式的掠奪，導致野生林麝的數量從數百萬頭迅速銳減至瀕臨滅絕。如今，林麝不但被列為國家一級保護動物，禁止捕殺，也被列入了國際瀕危物種貿易公約，禁止交易。因此，天然麝香通常難得一見，其價格更是令人嘖舌。在合法的大宗藥材交易中，麝香的價格通常可達800元每克，而在國際黑市中，高品質的天然麝香每克高達1000至3000元人民幣。歷史上，麝香不僅是帝王的御用香料，也是中藥中開竅醒神的急救神器。著名的安宮牛黃丸以及片仔癀的核心成分便是麝香。在西方，麝香是頂級香水的靈魂，是香氣持久縈繞的定香之王。如今，科學家已經人工合成了麝香的核心成分麝香酮。人工麝香已被廣泛用於醫藥和香水領域，而且人工繁殖林麝和活體取香技術也已逐漸成熟。但是要養殖平衡市場需求的林麝並不容易，人工合成的麝香依然是市場主流，天然麝香只有在極少的急救藥品中才能看到。第一种，龍涎香。龍涎香是一種極為珍貴且神秘的香料，被譽為香水界的灰色黃金。天然的龍涎香來自抹香鯨腸道產生的蠟質分泌物。當抹香鯨吞食了巨型烏賊等頭足類動物之後，烏賊堅硬的角質會等無法消化的殘渣會不斷地刺激鯨魚的腸道，為了保護自己，抹香鯨的腸道裡便會分泌蠟狀物質，將這些殘渣包裹起來。之後，這些被包裹的殘渣會被抹香鯨排出體外，經過數十年甚至上百年的陽光暴曬、海水浸泡以及空氣氧化之後，原本惡臭的黑色排泄物变成為擁有獨特香氣的龍涎香。通常龍涎香的顏色越淺，香氣便更為純淨，價值也會更高。研究表明，僅有大約1%的抹香鯨可能產生龍涎香，而抹香鯨作為難得一見的深海動物，其數量本身就極為稀有，因此要在海灘上找到一塊天然龍涎香的幾率，往往如同彩票中獎，要全憑天意。市场中龍涎香的價格非常驚人，頂級龍涎香每公斤可達數萬甚至數十萬美元。據媒體報道，2016年，一對英國夫婦在海灘撿到一塊1.57公斤的龍涎香後，以5萬英鎊售出。2020年底，一位泰國漁民在海灘上發現重達100公斤的龍涎香，當時這些龍涎香估值高達240萬英鎊，約合人民幣2260多萬。在香水製造中，龍涎香具有點石成金的能力，它的關鍵成分是一種叫做龍涎醇的物質。這種物質能鎖住香水中的易揮發成分，只需極其微量的龍涎香，就能讓香水的迷人氣味停留在肌膚上，長達數天不散。
並且它還能使香水的香氣變得更加圓潤而有生命力。因此，許多經典香水早期都曾以天然的龍涎香作為靈魂成分。不過，由於龍涎香極度稀缺，並且為了保護抹香鯨，許多國家禁止龍涎香的交易。因此，如今大多數香水都選擇使用龍涎香醚等合成物質代替天然龍涎香，只有極少數高端香水仍追求天然龍涎香的獨特動物香調。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視頻的全部內容。您還知道哪些昂貴的香料？歡迎在評論區留言討論。如果您喜歡我們的視頻，歡迎點讚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感謝您的觀看，我們下期再見。拜拜。